Hello， 大家好，我是 Jasmine，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2020年呢，已经到了最后一个月，那我们呢也逐渐的来到了后疫情时代，身边的很多朋友呢也逐渐的开始复工复产了。我自己在最近呢也是忙着敲定我自己的工作，所以呢这期视频呢想跟大家聊一聊在澳洲的 IT 行业以及在澳洲从事 IT 职业的这一些话题。那同时呢，我也想借着这个视频回答一下之前朋友们问我的一些问题。顺便说一下啊，我之前出过一些视频，叫做在澳洲的 IT 行业真的那么的有前途吗？那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点击回看一下。那我这期视频呢，主要会讲到的几个话题呢，一个是在澳洲的 IT 行业有哪一些特殊性，跟我们想象中的 IT 行业有哪些不一样。第二个呢，是在澳洲找 IT 工作，学历和身份会不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第三呢，是在找工作的过程中会不会有种族歧视或者是性别歧视。第四个呢，是在哪一些公司可以找到 IT 相关的职位。首先呢，我还是想强调一下，在澳洲的 IT 行业跟我们想象中的在国内的 IT 行业，或者说在美国的 IT 行业有什么不一样。如果你搜索程序员呢，在 YouTube 上呢，你会搜到非常多的北美的程序员的分享，但是其实呢，他们的这些经验呢，在澳洲其实是不适用的，因为在美国的 IT 行业和在澳洲的 IT 行业是有本质性的区别的。在美国呢，会有很多所谓的高科技公司或者是互联网公司，对程序员的需求、对技术人员的需求是非常强的，并且呢是非常注重他们员工的学习能力的。因为科技日新月异嘛，所以呢他们会招募一些学历是比较不错的，并且呢是可以证明自己的学习能力和学习动机比较强的一些人，并且他们非常有意愿的去给自己的员工更好的福利，去培养自己的员工。但是在澳洲呢，大环境是完全不一样的。在澳洲呢，大部分的 IT 公司也好，这个大公司的 IT 部门也好，我们是不做自主开发的，也就是说我们不需要什么创新能力，我们做的所有的工作呢，其实就是一些辅助性的工作。那老板最关注的呢，并不是说这个人有没有学习能力，我能不能去培养他，而是关注的是你有没有工作经验。这就意味着呢，你到了这个工作岗位，能不能立即马上开始干活，并且你出活快不快，这是他最关心的。所以呢，在澳洲去找一个 IT 工作呢，我们最需要做的是把自己的能力去 build up 起来，然后呢，确保自己找到一个岗位之后，就可以立即马上的开始干活，并且效率高。那好一点的职位呢，可能还要确保自己有能力去 training 他的新员工。那相应的呢，因为在澳洲的 IT 行业呢，它整个行业属于是第三产业了，所以呢，得到的薪水呢，虽然比其他的行业，特别是起薪，比其他的行业确实是优厚一些的，但是呢，在澳洲，我们对 IT 行业、IT 职位的这个社会地位以及薪水的期待啊，并不能有那么高。那下面呢，就顺理成章来到了第二点，就是我们在澳洲找一个 IT 相关的工作，对学历的要求有没有那么高？其实呢，我会觉得这就是在澳洲找工作和在国内找工作的一个非常本质的区别。我们知道，在国内找工作，其实很多时候用人单位是非常看你的学历的。如果你是清华北大毕业的，那很显然你在整个人生当中都会受到那个头衔的非常积极正面的影响。比如说你是985、211毕业的，那你在找工作的时候也会有一定的便利性。但是在澳洲呢，其实完全不是这个样子的。就像刚刚我说的，用人单位呢，其实更看重的是你有没有工作经验，就是说他更看重的是你能不能来了就开始干活，并且干得很好，出活很快，还可以帮我带新人。所以你有很高的学历啊，或者说你有很高的这个在学校里的学分呢，是没有很大意义的。如果一个学生呢是名校毕业的，而另一个学生呢，他其实只是普通学校毕业的，但是他做过跟这个招聘职位非常相关的 program， 那用人单位呢，更大的可能是招这个非名校毕业的。那再来呢，就是有没有身份是不是很重要？只要你不是去投政府或者学校的工作，有没有身份完全不重要。我自己呢，找到第一份工作的时候呢，就是没有拿到 PR 的。那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呢，找到第一份工作的时候都是没有 PR 的。很多用人单位呢，在发招聘广告的时候，他会问这个问题，那代表什么呢？代表他想确定一下你有没有这个合法的工作签证。如果你没有合法的工作签证呢，他就会面临说，我用这个人用的挺好的，但是这个人要回国了，或者说我要面对一定的法律风险了，那这个肯定是不可以的。那这时候呢，就有人要问，那用人单位会不会为了要你去他那边工作，给你一个工作签证呢？其实这个呢，大多数
数单位是不会做这件事情的，因为我们知道市场价来说的话，如果一个用人单位去招这个人，他同时给这个人提供身份的话，那是要收一部分费用的，所以他轻易不会做一个这么麻烦的事情。但是呢，通常来说，一个 IT 公司呢，或者说一个这个用人单位呢，他是不会介意，因为你有我这样的一个全职工作，所以你申请这个独立技术移民的时候，你可以加5分。那我自己呢，其实就是因为找到工作加了分，所以顺利的申请了移民的。那下一个问题呢，就是在找工作的过程中会不会受到歧视？华人呢会不会更难找工作？其实啊，我这里说句实话，华人不管是在 IT 行业还是在其他任何的行业，都是更难找工作的，因为你必须得承认，我们的语言呢和我们的文化背景呢真的不占优势。所以你说你将心比心，那一个老板在招人的时候，一个是 native speaker， 一个不是。那如果是在 skill 相同的情况下，他当然会招那个 native speaker 了，因为更好用、更好交流，文化背景更加的相同。并且你就想想你自己，你在找对象的时候都倾向于找跟自己相同族裔的。那用人单位在招人的时候，他不仅是看你能不能出色的完成他的任务，他还看你跟这个团队是不是能更好的、很好的合作、很好的沟通。那包括跟他这个老板能不能很好的交流，那他当然是倾向于找跟他自己相同族裔的。但是在 IT 行业呢，其实是有一些的特殊性的，因为很长的时间内呢，我们都知道 IT 的这个编程的人员呢，很多都是印度人和华人。那其实老板呢心里也非常的清楚，他们早就被市场教育了，如果你只是想招白人的话，那你招不到人的。所以呢，在 IT 行业，其实我可以说大多数公司他们是不介意去招一个华人的，哪怕你的语言能力没有那么的强，但是程序员这个职位你们知道的，对于华人来说呢是比较友好的，因为你们在这个真正的语言交流呢其实是并没有那么的多，你只要很好的理解了这个用户的需求，很好的理解了产品需要这个哪些功能，然后保证不出错，其实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毕竟嘛，在这个 team 里面，无论是你上游的这个 BA 的职位，还是你下游的测试的职位，其实他们都不是 native speaker， 所以整个环境对你来说也是比较友好的。那下面呢，就说到性别歧视的问题了。很多人会问呢，说在 IT 行业女性的从业者是不是很少？那其实在我看来呢，是分你从事的是 IT 的哪一个领域， IT 的岗位非常的多嘛。我会觉得在一些测试的岗位啊，或者在一些 BA 的岗位，其实这个女性从业者呢并没有特别的少，并且最近我发现在数据分析岗位或者在项目管理岗位也并没有特别少，可能女性是占一小半甚至一半了，就这个是还是蛮平衡的。然后我们说的女性从业者非常少呢，其实是在程序员的岗位上，很多人说呢可能是5:1这个比例，那我自己见到呢比这个可能还要夸张一些。比如说我的第一份工作，我是在一个小型的 consulting company， 当时呢公司里有差不多30个人，然后只有2个女生，所以我们的当时的比例差不多是14:1这样子。我们记得我当时呢还跟另外一个女生强行的把我们公司2个男厕所其中的一个换成了女厕所。那很多人就会问了，在 IT 行业是不是女性从业者会更有优势一些呢？用人单位是不是更倾向于去招一个女性的从业者呢？其实我是觉得是看单位的，有的地方就比如说一些大公司，还有政府或者学校的一些 IT 的部门呢，他们会倾向于说我要保持这个 IT 部门的男生和女生的平等，所以在你的基本的能力是符合要求的情况下，他们可能会更加考虑女生。那但是呢，在通常一般的这个 IT 公司呢，其实他们就像我刚刚说的，他们更注重的是你能不能上来就干活，所以呢，谁活好就录取谁，这个跟男女就没有关系了。那最后呢，我们就要说到在哪些公司有 IT 相关的职位呢？第一个呢，就是最普遍的，就是 IT consulting company，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 IT 的外包公司。就比如说呢，政府部门呢，或者是学校，或者是一些大型的公司，有一些 IT 的需求。比如说呢，这个学校需要把这个学生系统整个升级，或者是政府部门需要数据的维护，或者是呢某一个大公司需要我们更换一下或者升级一下用户的管理系统，像这一类的 IT 需求呢，那这个 IT 公司呢就需要及时的去了解到、捕捉到，然后帮他们设计一个 project。
然后呢去市场上招聘有相应的 skills 的这个人才，输送到这个项目上去。所以呢很多 IT 公司它到最后呢是不需要一个正儿八经的办公室的，它呢就相当于说干成了一个 IT 的人才中介。第二类呢就是我刚刚提到的一些大型公司的 IT 部门。其实我会觉得一些大型公司的 IT 部门呢是比较理想的一些岗位，因为呢它会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那一般在这个大型公司的 IT 部门呢，它负责的就是说，比如说数据的维护、数据分析，然后比如说这个 IT support 就是 IT 的这个技术支持，比如说 IT 的 operation 就是运营的部分。那这一类工作的好处呢，就是你一直是在同一家公司工作的，而不会因为你被分配到不同的项目，而你的办公地点一直在变化，你所需要用到的技术呢也在一直的变化。那第三类呢，就是政府部门或者是学校的一些工作。那这一类呢当然是大家都想进入的，事儿少钱多，可能离家还近的一些岗位。那这些岗位呢它的需求量是比较少的，并且我会发现近年来呢政府和学校的一些岗位呢他们也是只招 contractor。当然呢这一类的职位对于求职者的要求呢和准入门槛呢也是稍微的高一点点的。比如说呢这些单位都会要求求职者有 citizen 或者至少是有 PR。 再比如说呢你在申请这个职位的时候呢你需要写一个很长的 selection criterion。 那这个 selection criterion 呢其实就是很多求职者最大的阻碍、最大的绊脚石，是一份让人非常头大的 document。它大大的阻碍了很多求职者海投简历的这些行为。当然呢我个人是不建议大家海投简历的，因为你能不能拿到这个职位的面试呢不取决于你是不是努力的在海投，也不取决于你的简历上的经历是不是牛逼，是不是金光闪闪，而更取决于你的 skill 和你的经历和他的职位要求是不是匹配。所以在这里呢也希望大家理智的投简历，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那关于这个话题呢，如果你还有其他的问题，也希望在视频的下方给我留言。喜欢我的频道的话呢，欢迎给我点赞订阅我，你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再见喽，拜拜。